少佐、人が来た。走！大哥！大当家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大当家的？大当家，小子，你来了。大当家，你别说话，我马上带你回青龙寨。小子，我不能跟你一起抗日了。青龙寨，我就交给你了。大当家，我女儿也托付给你了。大当家，藏把头，你守好，记住，不要辜负我的女儿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大当家，蔡王子，平儿，你在干嘛？爹，爹，爹！是你杀了我爹！是你杀了我爹！燕儿，你别误会，我也是刚到，就看到大当家这样了。从此我们恩断义绝。燕儿。兄弟们，蔡宝子杀了我们大当家，就是死也要找到他，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兄弟们，仔细找。是。你说是不是吴震杀了你爹？他叫蔡宝子。难怪你叫他包子。说，您赶紧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蔡宝子他为什么要杀我爹？
您说呀！婴儿，你爹收到货郎的信以后，就拉着我一块下山，没想到半道上碰到了蔡宝子。蔡宝子威胁你爹要交出青龙寨的大权，你爹不答应，所以就打了起来。本来以蔡宝子的本事是打不过你爹的，可是什么？可是他拿我先下手，我这胳膊就是被他伤的。你爹为救我，还替我挡了一刀，逼我先走，回山寨去搬救兵。我不明白，他有了黑虎山还不够。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其欲望之大，是没那么容易填满的。以青龙寨在三道原的地位比，黑虎山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头。姐，我没听懂，你说蔡宝子杀了大爷是为了抢青龙寨，可是他为了青龙寨也做了很多事情啊。这就是一个人可怕的地方。有些人擅长伪装自己，骗取别人的信任，再利用大家的信任，一步一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所以名字是假的，喜欢姐姐是假的，对我们好也都是假的。这个人那得有多坏啊，才能有这么多的心眼儿？是我，是我带他上山的，是我害了我爹。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别这么自责。你现在这么自责，伤害到的是你自己啊！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倒下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报，何师爷，大小姐，我们按你的吩咐下山去找蔡宝子，但只发现一滩血迹，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。你说只有一滩血迹是吧？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那说明他还活着。有可能活着，而且肯定有人把他带走了。财政还在吗？蔡晨一早就下了青龙寨。传令下去，三道原所有刀客，活捉蔡宝子。是，大小姐。我要问个明白，他为什么那么做？再亲手杀了他。姐，姐，姐，没事吧，姐？哥，对不住。我也是没办法。他们拿梅香和妮儿要挟我，我是真的没办法的。
二哥。哥，这一代英雄上官宝，嘴把俺两哎定死房。想去都来到，水当家到，吾当家到。走好。袁当家到。大当家，您的仇让俺兄弟们来报。您放心，俺袁尚飞还会和以前一样，一定会保护好青龙寨和大小姐。二哥，老包子！二哥，这是老包子！霍当家到，死者为大。二哥，老包子，老包子！二哥，今天死者为大。今天死者最大，能不能别犯浑啊？啊！老包子，起来！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起来啊！老包子，我跟你斗了20多年啊，我
还没跟你斗够呢，你怎么就走了？我听说他们是用我的名号把你引下山的，可见我在你心里的分量。你既然走了，那就好好的走。我会把害你的人碎尸万段，拿他的人头来祭奠你。大哥，你走好。大当家，当年您从追兵手里救下半斤，半斤就发誓一生追随您，鞍前马后。半斤还没来得及报恩呐，你就被奸人所害，半斤无以为报，只有在此知天立誓，一定亲手抓住凶手，将他挫骨扬灰。祭奠您的，在天之灵。师爷，如今山寨只有你能主持大计，你会带我们报仇的，对吗？师爷。啊？是。好，那我就向你讨着一刀之刑，哈日找到凶手，我一定亲手杀了他，为大当家报仇雪恨。一定成全半斤兄弟。大哥，一路走好。各位，三道园18寨以青龙寨为首，青龙寨又以大当家为尊。如今大当家今丧，三道园18寨群龙无首，现在是时候该选个人出来代替他的位置，带领我们大家重振旗鼓。没错，是得选一个大家都信任又有本事的人来接替大当家的位置。
你们几位都是一寨之主，可有什么想法？俺袁尚飞以青龙寨马首是瞻，大当家的位置，俺从不敢妄想。我在秦坡一沟清闲惯了，青龙寨的规矩太多，我受不了。你们爱选谁选谁。史寨主啊，二哥说的话呢，跟我心里的想法一样。我们俩哪是能操得了心的人啊？这样，不管你们推举谁，只要兄弟们信服，王十二没意见。那好，我就推举英儿。英儿是我大哥的女儿，平常对兄弟们从不见外，而且非常有能力。我看她接管这个山寨很合适。是，英儿是大当家的女儿，这没错。可是，山寨理论资历和辈分，应该何师爷最德高望重。何师爷以前就是大当家的左膀右臂，寨子里的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操劳。论能力，他更合适当家的位置。六哥，你这话说差了吧？何师爷来的时候，我大哥已经打出名号了。现在他的事业由他的女儿来接管，我看是最合适的了。做刀客的大当家，责任重大，这关乎着千百号兄弟们的生命。从来都是有能力者上位，就没有子承父业这一说。再说现在大敌当前，婴儿区区一个女娃子，纵使再有聪明才智，但经验不足，这样怎可带领大家去对抗那些如狼似虎的敌人啊？行，既然咱俩相持都不下，那就让兄弟们公平投票。推举大小姐的，举手。支持何师爷。支持何师爷的，举手。支持何师爷，支持何师爷，何师爷。已分胜负了吧？感谢各位长辈，还有兄弟们的厚爱。我知道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多半是因为我爹。我也一定会为青龙寨乃至三道园出一份力，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。要是在往时，我一定会当仁不让。可是如今，纵观局势，还有我的能力，我实在无法胜任。若真的我逞强出了头，只会给外敌趁虚而入的机会。还请您三思。婴儿，推举你做大当家，是兄弟们心甘情愿的。大家一定会共同扶持你坐稳这把交椅。可如今的青龙寨群龙无首，稍有不慎，大家打下的这份家业就会烟消云散。六叔，您说的对，现在的青龙寨需要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。我心中的人选就是何叔，何师爷。婴儿，不可，千万不可。我何小辫儿和你们一样，都受过大当家的恩惠，此生也绝不会做背叛大当家的事情。青龙寨也永远只有一个姓，那就是上官。我何小辫儿愿意帮助大小姐处理山寨的事务。叔，您当年和我爹一起打下的这片江山，这些年山寨里里外外的事情多由您来打点，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还请您暂领大当家之位。我何小辫愧不敢当，我甘为大小姐的马前卒。请以青龙寨的前途为重，不要再推辞。婴儿，婴儿，
那我就暂替你管理青龙寨。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青龙寨好，但这份家业不能毁在我的手里。我上官英恳请大家，像当年辅佐我爹那样，辅佐何师爷，一起重振青龙寨。大少爷，我们等着你呢。何师爷，何当家，以后有事尽管吩咐，兄弟们万死不辞。你醒了。我怎么了？从此我们恩断义绝。婴儿要杀我，想起来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组织给你安排的临时住所，你先在这儿养伤，等你康复以后，组织会安排你离开山州。离开山州？为什么呀？你杀害上官豹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上官英一定要取你性命。现在整个三道园的刀客都在找你。你要干嘛？我去找婴儿，把事情跟他说清。你别冲动，坐好。你现在去找他也解释不清楚，以后会有机会的。我担心婴儿被人利用。田园正雄可是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青龙寨呢。不会的，上官英和他爹一样，绝对不会被别人收买。文培说的对，婴儿不会轻易被人利用，只是杀害大当家的凶手到底是谁呢？我得赶快养好伤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呢。我想，杀害大当家的凶手肯定和日本人脱离不了干系。如果说田园正雄是幕后黑手，那他势必有一个协助者。上官宝纵横三道园几十年，能够轻易把他骗下山，将其杀死，还顺理成章地嫁祸给我，这肯定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。而这个协助者必定深得上官宝的信任，他的身份超出了你我的想象。照你这么说，如果青龙寨落到这个人手里，就等于被日本人控制了，那就真的太危险了。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情况跟上级汇报一下，然后再做打算。时间宝贵，全靠你了。你放心，你只管好好养伤，其他的交给我。
心吧。姐，俺有件事儿一直想不太明白。说。俺不明白蔡包子为什么会选那么远的地方去杀大爷呢？他对青龙寨也很熟悉，能下手的机会也很多啊，犯不着费那么大劲儿骗大爷出门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陷害蔡包子？不是，俺不是这个意思，俺只是……哎，姐。说，有件事情我想问问您。婴儿，请说。我爹遇害当日，假冒货郎的那封信是谁送来的？信就放在大厅的案头之上，我发现了，就转交给了你爹。婴儿，信是谁送的很重要吗？你今天怎么忽然问到这个事情？我只是觉得，送信的这个人和我爹的死一定脱不了干系。每日大厅之上来去的人虽多，可那日发现信的，的确只有我一个人。只有您一个人。事后我也曾问遍了站岗的守卫，也都没见过送信的人。行踪如此隐秘，想来那人一定是熟门熟路，对山寨的地形了如指掌。婴儿，事到如今，有些个事情为叔的不得不提醒你。您说。以你和蔡包子的关系，他曾经是你的未婚夫婿，难免余情未了。可如今，他杀了你爹，就已经成了刀客的重敌。为叔希望你明辨是非，不要为情所累。早日为你爹报仇雪恨，平息兄弟们的众怒，也可以告慰你爹的在天之灵。叔提醒的是，婴儿一定谨记，从今往后一心只有报仇，绝无贪念。爹，我一定会继承您的遗愿，
重振青龙寨。您安息。婴儿，你既然送上门了，我根本没杀大当家的，这都是日本人的阴谋。阴谋？我看是你的阴谋吧。你处心积虑、不择手段，要把青龙寨的大权拿到手，你跟日本人一样可恨。婴儿，听我说，日本人嫁祸给我，就是想让青龙寨和八路军反目成仇。你可不要中了他们的奸计，到头来让大当家的抱憾九泉。闭嘴！婴儿，你听我解释。大小姐院里好像有动静，赶快去看看。走，看看去。婴儿，你冷静点儿，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什么好解释？婴儿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但你能不能听听我的解释？快，看看怎么回事！快！我知道我们的误会很深，我会再找机会好好跟你解释的。蔡宝子，兄弟们，快抓住他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快，别让他跑了！快！别让他跑了！快抓住他！别跑！站住！往哪跑你？快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在这儿呢！在这儿！别跑！跟我来！什么情况？追啊！追！刘师傅，你还敢回来？你听听外边的喊杀声，那些刀客可全是要杀你的。为了青龙寨，我不得不回来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你不是凶手。你不认为我杀了大当家的？如果你杀了大当家的，你怎么还敢回来？你相信我？是大当家愿意相信你，而我相信大当家。看来我在咱青龙寨还不算是孤立无援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大当家的一死，青龙寨肯定会发生巨大变化。如果找不到帮助日本人谋害大当家的幕后帮凶，青龙寨将难逃覆灭的命运。凶手我去查，以我的身份，比你更适合在青龙寨行走。我现在就担心原上的刀客会因为仇恨冲昏了头脑，让本来混乱不堪的三道园乱上加乱。您说的没错，我也得赶紧回去跟组织商量一下对策。走，我带你出去。前天他们那个村长跑了老多。站住！哎，我也听说了。哎呀，
走吧，走吧。咱们村怎么办？这日子呀，难呐。走。站住！这位大哥，你们在找什么人呢？我们在找凶手，杀害我们大当家的凶手。别瞎说。你们大当家不是上官豹吗？还有人能杀上官豹？他武功这么高强？别胡说，走。哎，站住！过去吧。哎，谢谢啊。谢谢，谢谢。老李，大小姐，这么多兄弟干啥去啊？我们下山报仇。早上和师爷说了，大当家是被蔡宝子和国民党联合害死，所以我们下山给大当家报仇。你们下山找国民党报仇？对，找张公岩偿还血债。那么大的事，为什么没人通知我？我们以为何当家的早就告诉你了。蔡宝子同志，你现在身上有伤，为什么要擅自行动？我必须去找张冠英，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。那个行凶者必定还在行动，时间越久，他会被蒙蔽得越深。及早告诉他，让他醒悟，他和青龙寨也不会落入田恩正雄之手。可是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你，他认定你是杀父仇人，已经失去了理智。你不能和他一样冲动。那我能怎么办？看着他和刀客慢慢的被那个行凶者操纵和利用吗？那可是10万刀客。现在他们就像一把双刃剑，用得好，有利于抗日大业；如果落入敌人之手，我们将无法想象后果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别说你现在带着伤，你就是走到3道园，都会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我们的事业无法避免牺牲，但不是白白牺牲。不是，我好说歹说，你咋就听不明白呢？我的崔文佩同志，时间不等人呐。上官英那儿我去找。上官英那儿我去找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给我好好休息。如果还要擅自行动，我就按照纪律处分你。看什么？又想什么鬼点子呢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雷厉风行，完全颠覆了我记忆中的样子。哎，还挺吓人的。你还不是和以前一样，认准的事儿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可是遇到了你，我就是孙悟空带上紧箍咒，威风不起来了呀。谁让你是我的上级领导呢？小时候你就说不过我，长大了还是说不过我。没道理就要老老实实服输。行，我服输。叔，我听兄弟说，我爹的死和国民党有关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我也是后来才想起来的。跟蔡包子一起密谋动手的人，好像在张公元的队伍中见过，有几个还是官职在身的。那就那么贸然让兄弟们下山？大家知道了以后，群情激愤，恨不能立时下山为你爹报仇雪恨。况且，我在你爹的灵前说过，要带领大家找到真凶。别说我拦不住，就是拦得住，我又怎么忍心去拦住兄弟们的一腔热血呢？叔，那边是张公岩重兵驻扎地，万一要是动手，那兄弟们就是去送死。英儿，兄弟们就是去给张公岩施加点压力，如果真是他们干的，也能让他早点交出凶手。张公岩的德行，一下就怂，没有任何危险的。那我们就真的从替天行道的刀客，变成了对抗政府的土匪。这绝非我爹想看到的。不是大家不想从良，是这些官府欺人太甚。何况，你爹明摆的就是被人算计害死的，这仇不能不报啊！我嘱咐过他们了，不要闹得太过头。你放心吧，英儿，
你和硕有分寸的，你去歇着吧。师座，外面全是刀客，已经围住了咱们的指挥部，咱哪里也去不了了。反了！这帮土匪打上来了，无法无天呐！上次他们偷袭，打得咱们措手不及。现在咱们有1个连的兵力，轻机枪、重机枪全有，干脆咱们开门把他们打回去。不能轻敌，3道员10万刀客之多啊！咱们不知道他来了多少，咱们要是开门，等于开门一刀，引火焚身呐！那要不，咱们马上打电话让16师调人回来？来不及了，这帮活土匪已经把咱们围住了，就得把16师的人全部回防，都是远水不解近渴。师座，那咱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打电话给崔云奎，让他的独立旅来救我。独立旅一向和咱们不对付，那个崔文奎也是处处和你作对，叫他回来，合适吗？都是国军的兄弟，我现在有难，他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他要是不来，你求也要把他求过来。只要他来，什么条件都答应他。打电话。是。是。是。知道了。队长，张公岩有什么指示？张公岩说他的师部让刀客给围了，让我们派兵增援。这个张公岩还真是可以啊！一个堂堂嫡系师长，手里边握有重兵，师指挥部还被人端了2次。张公岩还说，上官豹死了。什么？上官豹死了？那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？救。怎么救？那些刀客放下兵器就是百姓，拿起兵器就是匪。到时候敌我都不分，怎么救啊？队长，咱们也不能抗命啊。张公岩要是被刀客宰了，咱们也脱不了干系啊。我知道你们在谈什么。这次刀客围攻师指挥部，其实是日本人在背后搞鬼。他们想把上官豹的死嫁祸给国军，企图让国军与刀客相互残杀，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。日本人，幸亏咱们没有出兵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果没有人出面解决这个问题，两边一旦擦枪走火，那是一场恶战。张公岩这个人虽然不靠谱，但他在陕州还有安定人心的作用，所以我们不能坐视不管。所以，蔡小姐的意思是，我来找你，就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再去青龙寨，澄清误会。不是，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对咱们下手，这个时候咱们还要送上门去。我觉得蔡小姐的想法可行。行，那我去安排人。不用，我自己陪她去就行。队长。黑当家的田园正雄呢？不是说好在这儿见面的吗？啊，何当家的这次可是立下了大功啊！田园先生正准备着给您接风洗尘呢。
请给我2百。少佐から来ました。何师爷来了，请坐。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妥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两清了？何师爷，我们合作的那么愉快，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呢？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忠实的朋友，我们还有很多光荣的使命，可以一起去完成吗？我已经受够了，我整天活在噩梦中，睁着眼都能看到上官豹临死前的样子。我只想早点摆脱这一切。你现在唯一能解脱的机会，就是帮助我们大日本皇军完成占领陕州城的计划。到时候，这里插满日本人的旗帜，你看着他们，就不会那么有负疚感了。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挑动了刀客和蔡保子以及国军之间的仇恨。你应该履行你的承诺了。姓何的，从你帮我杀掉上官豹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了。乖乖的听我的话，等你坐稳了青龙寨当家的位置，让那些刀客俯首帖耳为我们效力的时候，我自然而然就会让你恢复自由的。青龙寨是上官英的，不是我的。我曾经当着大家的面发过誓，只是暂代而已。那就把暂代变成正式。如果你办不到，你的代价将会由你的家人承担，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了。田园正雄，你就是个卑鄙的小人，你得寸进尺，言而无信，你就不是个男人。你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，就赶紧回去办正事。皇军西进在即，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。少佐殿、今弊社弁も当家も我々に握ってします。信州の国軍はいつ崩壊し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。これは全部少佐のおかげです。一発目の銃を撃つ奴がない限り、何が起きてもそれはおかしくないんだ。絶対に U ターンしないんだ。ならば俺が代わりにこの来南の端までの一発の銃を持ってやる。站住！站住！兄弟们别误会，我们是专程来祭拜大当家的，没有任何恶意。你们杀了大当家的，还敢上山来祭拜，好大的胆子！杀害大当家一事确实有误会，我们也是想来特意澄清此事，还望刀客大哥通传一下。想进山容易，有绑了，交给大小姐发落。蔡小姐，我发现你胆子挺大呀，这就是你的权宜之计，咱们俩活活绑在这儿。我怎么感觉今天咱俩的命就在这儿交代了？
你来之前，应该已经想到了。我可不这么想，我崔某人的心愿是战死沙场。哎呦，不会一会儿跟你一块做了祭品吧？啊？大小姐，你们是来祭拜我爹的，那就是客。松绑。可是国军的人杀了大当家的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仇一定要报，但是也不能滥伤无辜。松绑。大小姐说的是。大小姐名义之礼，果然有大当家的风范，只可惜大当家一代豪杰却被奸人所害，实在是3道元的一大损失。上官小姐，请你节哀。你们俩今天上山，不会是祭拜这么简单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既然大小姐开了口，那我们也不必拐弯抹角。其实我们今天来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澄清一件事。有人传言说我们国军是杀死大当家的同谋，引起了刀客与国军之间的误会，陕州城的动乱一触即发。可如今战事在即，如果我们自己相互残杀，必定会让日本人有可乘之机，到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占领整个陕州城。我相信，这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。蔡小姐说的非常对，这件事情就是害怕中间如果有日本人在挑拨离间的话，就会非常麻烦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知道谁是凶手的话，如果捉到他，我们会第一时间送上青龙寨，把他交给上官小姐。我爹生前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而伤及百姓，更不会逞一时之快，做出轻者痛、仇者快的事。我可以答应你们，让刀客暂时离开陕州城，但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国军中真的有人和我爹的死有关，我也一定会让你们给我一个交代。那我替陕州城的居民谢过大小姐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说个题外话，我小的时候，妹妹就总问我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就像我肚子里蛔虫一样。没有，我刚才在想，上官英就这么轻易把我们放了，事情这么简单吗？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，但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？刚才我们答应他帮他找出真凶，上哪儿找啊？还有一件事儿，这事儿和蔡宝子也有关系。你说这事儿跟蔡包子有关系？有人说是蔡宝子杀了上官宝，是不是连你也不信？等等，也就是说，现在上官英在找蔡包子。那如果我们帮上官英找到蔡包子送到青龙寨的话，这件事跟我们国军就没什么关系了。你要把蔡宝子交给上官英？我觉得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蔡包子。正事聊完了，谈谈私事吧。什么私事儿啊？蔡包子是不是你救的？是啊。他人在哪？他在养伤。上次在青龙寨见过你之后，伤口又裂开了。我不会违背我爹的意愿，但是杀父之仇，不可能不报。你把人交给我。
你真的相信是蔡宝子杀了你爹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，你现在就不可能来找我了。其实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。你仔细想一想，蔡宝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能为了素不相识的难民，跑到全是日军的洛阳城偷药，能把最后一线逃生的希望留给货郎和我，自己却差点牺牲了。一个这么有正义、有信仰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去杀害一个视他如子的人呢？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你怎么解释有人看见蔡宝子杀人的事实？有人看见蔡宝子杀了你爹，是谁？何叔。何叔亲眼看见蔡宝子杀了我爹。何师爷亲眼看到蔡宝子杀了你爹？是。那也是何师爷在作证，杀害你爹的同盟里有国军的人。是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何叔在撒谎？不可能，何叔是我爹生前最信任的人，他没有理由撒谎。我可以拿性命给你担保，蔡宝子绝对不会杀害你爹，但是何师爷却说他看到了。这件事儿一定有蹊跷。婴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您。等我？有事儿？蔡真和崔文奎来了，来祭奠我爹。他们来祭奠你爹？那家里兄弟们把他们扣下了？被我阻止了。他们是来讲和的，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不应该再和国军闹内斗。那你爹的大仇怎么办？就这么便宜他们了？您不是也说了吗？还不能确定国军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。为了不确定的事情，贸然让兄弟们送死，怎么都不合适。可是，如果我爹在世，他也会希望兄弟们暂时撤离陕州城。我希望您支持我。好吧，这虽然是山寨的共仇，但说到底还是你的家恨。既然你都放得下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说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想要跟您请教一下。你说。你一直说蔡宝子为了争夺青龙寨的大权，才动手杀了我爹。但是我爹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。如果他娶了我，青龙寨早晚会是他的。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？是啊，这一点我也一直想不通。这世上最难揣度的就是人性。我们对一个才认识半年不到的蔡宝子，又有多少了解呢？但是叔，婴儿，叔有点乏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，啊？你们这是要造反吗？包围师指挥部，扰乱军事指挥，这可是杀头的重罪。听好，我们张师长仁慈，不予追究，还不赶紧识相的退走！你们听好了，只要你们交出杀害大当家的凶手，我们马上就走。我们师指挥部上个月根本就没有人缺岗外出，即便是有，也要给我们时间慢慢的调查嘛。さすが高田さんは計算高いですね。我々が銃を撃たなくても、奴らは殺し合うしちゃうそうですね。もう復命しに帰れると思いますよ。你们
就想拖延时间，好让凶手趁机逃脱。我们才不上你们的当，你们找不到，让我们进去自己找，一个个绑回去，让实验慢慢认。岂有此理！来人，谁敢再靠近半步，给我打死他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崔旅长，你总算是来了。这帮刁民，先把枪放下，赶紧帮我们把他们抓起来。哎，崔旅长，你这人呢？我跟你说，我让上官小姐来，比我整个吕布来要有用得多。把枪放下。兄弟们，我知道你们下山是为了青龙寨，为了我爹，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16师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，咱们不能贸然行动。最重要的，日本人的部队现在就在10几里地以外，战争随时会爆发，一旦打起来，全城的百姓都会遭殃。咱们又该怎么面对这场灾难？我相信我爹在九泉之下，不想看到这个局面。大小姐，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？咱们只是暂时离开，一旦这场仗打完，若是16师的人真的和我爹的死有关，那必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对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やばい、我々にとって邪魔だ。走，兄弟们，我们走。谁开的枪？是不是你们国军？老子毙了你们！你们，把枪放下！没事吧？绝对不是我们人干的。如果是的话，不会现在才开枪。肯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。兄弟们，听我的，走。大小姐，撤！兄弟们，我们撤。送上官小姐去医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看个人。你知不知道全世界都在找你？找上官英是吧？你也不害怕他再给你补一枪？他一枪打不死我，我还是会来看他。这有日子不见，现在成了个情种了。行。我烧你一段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着去。自己看看你这张脸，我怕你走不到那儿，死在路上了，还得跟他一起急救。急救？他伤得很重吗？担心了，自己去看看。行，跟你我也不客气了，走吧。点儿。崔永奎，你把我带到这儿来，究竟是何意啊？包子，你杀上官豹的事儿，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军都拖下水了，一身的嘴也说不清，得麻烦你自己跟他们解释解释。难道你也相信我会杀上官豹？谁杀了上官豹，一点都不关心。但是现在
沈州的抗日大局被破坏了。哎呀，笑什么？我只是想起了从前，当年我亲眼目睹你爹抓了我爹，现在你又亲手抓了我，你还真是子承父业。你要是这么算账的话，那我爹还是你们共产党杀的呢。我说你孙奎怎么屡次针对我，是非不分呢？原来梁子都结在这儿了。行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告诉你的人，给我准备个单间，备点好吃的。我要是有什么闪失，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。带路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进去。怎么样，蔡包子有消息了吗？他被崔文奎关在了独立旅的军事监狱里。崔文奎打算明天一早把他押送去山寨谢罪。他要是去了青龙寨，那不就白白送死吗？我们能不能组织一次营救，在半道上劫车，或者直接劫狱？劫狱肯定不行，监狱防卫森严，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，如果硬攻，非但徒劳无功，且伤亡惨重。那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他送死吧？他自知亏欠上官英，一直想要有所弥补。如今知道他接连遇到危险，情绪上难免会失控。他在洛阳城舍生忘死地救过我的命，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我贾正茂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去送死，就是拼上我这条性命，我要把他救出来。你先别着急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蔡小姐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怎么这次你想我去救谁，还是有什么别的请教？我想请你放了蔡包子。你说什么？让我放了蔡包子？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这句话？请求我，那我有权拒绝。要是命令我呢，咱们俩现在分在不同的单位，我想就算是同级，我也帮不了你。蔡包子曾经在陕州城协助过我们，还救过国军的命。如今我们把他抓起来，传出去，就不怕别人说我们忘恩负义吗？你说的这些事儿呢，我都知道，但是不要忘了一个事实，他现在身上背着一条人命，人证物证都有，人情不能大于国法吧？除非你有第1战区司令部的手令，否则我帮不了你。如果我以妹妹的身份请求你呢？
哥。现在终于肯认我了，是吧？你现在终于肯认我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当我看见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很确定你是文佩。但是你以一个记者的身份，以军统的身份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就不敢问了，我怕你有危险。我知道你身上有任务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泰国的人24小时的跟着你？为什么你说去救上官英，我就去救他们？为了功利、权势。我知道。我有任务在身，所以只能瞒着你。对不起，哥哥。长大了，大了哥都不敢认你了。今天咱们兄妹能再次相认，要感谢我们父亲在上天保佑我们。小妞，你干嘛去？按照俺娘呢，俺娘挖野菜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哎，刘叔，你看见她了吗？我没注意。哦，那俺再去找找。哎，呵呵，这丫头整天慌慌张张的。哥，我知道父亲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，但是这件事和包子没有关系。跟他没关系。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吗？他是共产党。我们是国民党，我们阶级立场都不一样，而且你别忘了有一点，我们的亲生父亲就是共产党杀的，共产党手上沾着我们父亲的血。当年父亲死的时候我们还小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况且他的父亲也死了。我不管这些，但是他现在是共产党，没错吧？其实我一直怀疑，当年父亲的死没那么简单。在我查出真相之前，我希望你不要针对他。我们3个从小一起长大，包子对我来讲，同样是我们的亲人。包子是你的亲人。我是谁？我是不是你的亲人？他是你的亲人，他找你吗？我苦苦找了你那么多年，你别告诉我说你喜欢上他了。我没有。那就好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哥错了，哥从小就看不了你哭。哎呀，今天我崔恩奎开心。一会儿我让他们准备几个菜，咱们俩兄妹好好聊聊这些年你都干嘛了。
哥，今天无论如何，我要把 boss 带走。对不起了。进来。我现在怀疑崔旅长有暗通中共的嫌疑，把他带下去协助调查。另外，我的情报员蔡宝子被他抓了，现在马上放出来。你们几个把枪放下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去哪儿了？这是？大姐来看看啊！哎，我说你这玩笑开大了。千盼万盼回来的亲妹妹，竟然拿枪指着他，还把他关进了大牢。这次文奎啊，一定恨死我了。我也是没办法。崔文佩为了救你，把刚认回来的亲哥哥都给得罪了，你怎么感谢他？还能怎么感谢？找机会多替他挡几颗子弹呢。哎，对了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总不能老关着他吧？